国产4台大杯旗舰已经发布大半年啦，每台手机的系统更新次数不下2位数啦。那么经过半年的打磨之后，各家的系统流畅度是进步啦，还是倒退啦？对比之前，是否存在越更新越卡的问题呢？在新旗舰量产的阶段，厂商们会阉割老旗舰的系统来让路吗？咱们话不多说，今日机圈斗蛐蛐开整。测试项目还是大家熟悉的，连续打开20款主流应用，类目很齐全，覆盖了出行社交影音娱乐等等等等。在打开过程中，会记录下它们的启动速度、启动时的峰值功率、留存情况等数据，还有高负载下的运行表现。为了避免手机算法推测到我在做测试，所以呢，将以环形的顺序逐个打开 APP， 尽可能规避厂家的大手。在开始测试之前，我们分别给4台手机重启了一遍，静置2分钟，等系统程序加载完毕之后才开始测试。先来看看荣耀荣耀的打开成绩是43秒，速度相比半年前要慢了一些。当然啦，也有可能是因为实际操作的误差导致的。瞬时功耗 18.65 瓦，1月份冬天的时候我们当时测出来的数值是22瓦。同样呢 CPU 的核心也是全部100%满载运行，没有偷鸡摸狗的核心。咱们把手机熄屏静置2分钟之后，再挨个打开应用，查看后台的留存情况。打开的第一个 APP 哔哩哔哩正常运行，没有被后台干掉。依次点开全部应用，20个应用里总共有4个应用被干掉啦，2个最占资源的游戏倒是很好的活了下来。看来荣耀是有针对游戏做了保活优化。再来看看同样搭载骁龙8至尊版的小米15 Pro， 小米的最终打开成绩为57秒，虽说比荣耀落后了14秒，但对比半年前可以说是进步巨大啦。启动时的瞬时功耗来到了 14.09 瓦，对比上次测试时的15瓦，瞬时峰值降低了一丢丢。同样熄屏静置2分钟，再挨个打开 APP， 打开第一个 APP 时我就绷不住了，这都能干掉的？上次测试时可是能保活的呀，怎么越更新越回去了？再依次打开全部 APP，20个 APP 里总共有8个 APP 被干掉，其中包括1个游戏星铁，而王者可能是进了白名单的缘故在后台过得好好的。这表现非常符合我对小米的刻板印象澎湃系统用起来确实非常令人心潮澎湃天玑阵营的蓝绿两兄弟发挥很不错OPPO 的打开成绩为42秒，比半年前快了不少也是4台大杯机型里速度最快的一台，瞬时功耗为 14.19 瓦，跟小米差不多。熄屏2分钟，再挨个打开 APP， 很意外德芙竟然把哔哩哔哩给干掉了。留存情况呢，跟半年前的测试结果一模一样，总共有5个应用被后台杀掉，王者和星铁这2个游戏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最后是 vivo 这边的成绩是45秒，启动时的瞬时功耗为 19.4 瓦，同样熄屏2分钟，再挨个打开 APP， 打开第一个 APP Origin OS 的实力还是在线的，成功保活。一轮测试下来，只有3个应用重新加载啦。王者和星铁都老老实实在后台运行着，保活率是4台大杯里最好的一位啦。OK， 4位曲曲大家的成绩都已经出来了，咱们来点评分析分析。4台手机的打开速度OPPO 毫无疑问是最快的，42秒全部加载完毕。小米没有意外继续垫底，4台手机相比半年前启动速度都变得更快了，可见更新日志上面写的系统流畅度、稳定性的优化真不是乱写的满场的驻留能力仍旧是第一，排在后面的是荣耀，再然后是 OPPO。小米不出意外肯定是垫底的啦，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夏天的天玑9000在功耗方面的表现要比骁龙更加优秀。骁龙这2位一旦来到夏天调度都开始偏向保守了。共通的一点是，4台手机都有在后台预加载的习惯，即点即开的微信确实能有效的提升用户对流畅度的感知。当然了，应用启动速度只是手机系统流畅度的一部分，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动画来决定的。在测试的过程中vivo 给人的感觉就是傻快的给到我一种它很着急的观感，但是它打开速度排名呢是排在第3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动画。一个好的动画效果会让人觉得很流畅，并不是意味着你动画快就完事啦。当然了，动画本身有没有掉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vivo Origin OS 5的动效口碑是非常不错的开启和打断的处理流畅又跟手，并且动画依旧是那么丝滑。
OPPO ColorOS 15的动效依旧是那么灵动优雅。荣耀 Magic OS 9的话也是比较顺畅的，上滑快速抛下的下沉距离会比较远，图标归位的时候呢，结尾还会甩一下，挺有趣的。小米的澎湃 OS 2动效给我的感觉就是比上一次测试的时候要更加流畅啦，掉帧的情况也明显减少了。收完手机的小窗切换到全屏的动画呢，也是做了比较丝滑的过渡。荣耀的跟手度还可以。这里提嘴这个小窗的操作逻辑最好还是学一下友商的精华吧。小米给人的感觉就是慢了一拍，不仅仅是不跟手那么简单感觉这个小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OPPO 的动画做得很足很细，代价就是没有那么跟手。vivo 的跟手度比较高，可惜因为出现了掉帧的情况扣了大分。小米、OPPO、vivo 都是很顺滑的进入负1屏，高斯模糊动画由浅入深，显得非常流畅。而荣耀呢还是老样子侧滑负1屏，高斯模糊动画没有做过渡，而是一瞬间跳转加深，显得很突兀。而且它的负1屏应用推荐是没有做对应动效的，打开之后再反馈整个过程显得有点生硬。小米也同样如此。vivo 相对好一些，OPPO 是对负1屏最上心的品牌，动效这块做得非常全面，所有的小组件都有对应的动画，哪里来的哪里去，从不乱跑。OK， 老规矩咱们来一波总结。这台大杯旗舰对比年初的测试结果无论是打开速度、系统流畅度，还是功耗，都有一定的进步。半年下来，大大小小的数十次更新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其中进步最大的就是小米啦，启动速度快了一截，也没有出现像上次那样启动微信跳微博的尴尬情况啦。各种动画的稳定性和流畅度都有显著的提升。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过去，小米会是4台大杯旗舰里成长最大的一台。心烦，看来我们是误会你啦。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耐心观看，咱们下期见，拜拜。